亚当科拍了8年电影，却只有一部能在国内上映，就是这部网友评论毁三观的《山河故人》。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电影到了第46分钟，正片才刚刚开始，这里先问大伙一个问题：如果前任的妻子来找你借钱，你会借给他吗？失恋后的梁子辗转到河北，在这里他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作为一名矿工，常年的井下工作让他得了肺癌，也许是为了省钱治病，也可能担心自己死在他乡。老梁带着妻儿回到了老家，他已经离开了整整15年，街道上的一切让他熟悉又陌生，只有曾经的房子还是原来模样。当年沈涛结婚的请帖依旧原封不动地放在床上，上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。简单收拾之后，一家人便住了下来。妻子看见丈夫病情越来越重，想找朋友借钱给他治病。老梁认为就算借，也得自己亲自去借。他见到了曾经的工友，钱没借到，却得知了沈涛一家的消息。他们早已离婚，晋升带着儿子去了上海发展，生意做得很大，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。他把石油公司留给了沈涛，沈涛经营得很好，也算是衣食无忧。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过多痕迹，还曾添了几分自信女强人的气质。公司员工的婚礼上，老梁的妻子慕名找了过来。我是梁子的爱人。梁子回来了？他回来了。他还好吧？他不好，他不好。时隔多年，沈涛再次来到梁子家。人到中年的他们，已没有当年的爱慕之情，而那份纯真的友情难能可贵。两人简单的互相问候，沈涛拿出3万现金帮助梁子治病。临走时，他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，正是当年梁子扔上房顶的那一把。原来他也一直都在等待故人的归来，有人来就会有人走。沈涛的父亲去给外地老战友祝寿，约好在候车室等待。然而世事无常，电话铃声响了很久，老爷子也没有反应。一旁的僧侣察觉到异常，发现老人已经没了脉搏，便直接站在原地为他诵经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沈涛在医院里泪如雨下。他把父亲的遗体接回汾阳之后，告诉张晋生安排孩子回来。在机场见到独自坐飞机回来的小刀乐，沈涛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儿子的打扮让他很不喜欢，多年不见的生疏感写在刀乐脸上。对于自己的外公，他更是十分漠然。跪下，给老爷跪下！刀乐回来看您来了。这之后，沈涛也觉得自己亏欠儿子，虽然无法忍受儿子叫另外一个女人妈咪，得知张晋生要把他送去国外读书，也感慨自己不能带给儿子这样好的生活，他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。他把刀乐带到了黄河边，看着奔流不息的黄河水，沈涛说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：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只是现在的刀乐还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深意。临走之前，沈涛为儿子包了一顿饺子，他不知道将来儿子在国外是否还有饺子吃。沈涛拒绝了张晋生订的机票，而是带着刀乐乘坐了最慢的绿皮火车。他知道儿子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他只能把最后一点私心用在这里，希望回去的路程慢一点，让他可以好好的和儿子告别。他们辗转了外公最后所在的车站，又换了一段卧铺车继续前行。沈涛给刀乐戴上耳机，听着他曾经最爱的歌曲《珍重》。刀乐给沈涛展示自己将要去的地方，沈涛却拿出了一副钥匙。大的是大门的，小的是客厅的。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。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。长路漫漫，刀乐和母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对于小小年龄的刀乐来说，他仿佛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家的感觉。时间一转，小刀乐已经独自在国外，长成了翩翩少年，而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